大家好，我是硅谷的朱律师。2021年8月20号，王爱林通过微信给中国的一位政府官员讲，他在他的一个新闻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有利于中国政府的文章。这位官员感谢了他，然后告诉他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个中国的企业不太好，文章最好修改一下。王爱林马上回复收到。照办之后呢，王爱林给这位官员发了修改版文章的链接，还同时给这位官员发了一个截屏，显示这篇文章已经有了15128次的浏览。这位官员回复了2个大拇指的表情，加了一个好字。王爱林回复感谢领导，2个拱手的表情，再加了一个笑脸。1年之后，王爱林被当选为南加州阿卡迪亚市议会议员，之后还成为了市长。我专门查了一下这个案件的卷宗，很奇怪的是，这里面没有证据说明王爱林收了中国官方的钱。看到这里，我心情有点复杂。看起来他犯的联邦重罪，不是因为贪婪，而是因为无知。我们这些在美华人平时在朋友圈转发一条 CCTV 的新闻，或者帮国内同学转发家乡的旅游宣传片，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风险呢？为了让大家看清大局，我们先来聊一下美国华人圈子里面最近发生的3个案子。他们看似都和国内有关，但里面的情节涉及到的红线和性质完全不同。我们先来讲讲王爱林的案子。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底，王爱林和她的前男友在美国共同运营了一个中文网站，叫 US News Center， 中文叫做美国新闻中心。表面上呢，这是一个面向本地华人社区的新闻网站，但根据认罪协议里面的描述，这个网站不只是普通的社区媒体，王爱林在背后直接接受了中国国内官员的远程遥控。国内官员给他们发材料，提要求，让他们发布、修改、传播特定的内容。也就是说，王爱林干这些活不是自发的，他受到了国内政府官员的明确指示。看到国内官员表示认可他的工作之后呢，他回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感谢领导。这句话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让这个故事不再只是一个人自愿转发的几篇文章，它显示出一种上下级式的关系。上级提出要求，他执行；上级认可，他感谢领导的关怀、组织的培养。感谢领导这句话意味着他在为中国官方服务，成为了中国政府利益的代理人。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他有没有表达对中国有利的观点，也不是他有没有收钱，关键是他是不是在美国境内受外国的指示来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同时呢，还没有向美国政府披露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最近，王爱林与联邦检察官达成了有认罪协议，并辞去阿卡迪亚市长和市议员的职务。他现在面临最多可以高达10年的监禁。有人会问，王爱林干这些事儿是怎么被美国政府发现的？这其实不难，因为他是本地社区活动的积极分子，后来还是市长，经常高调地参加各种公开活动，与中联馆有官方来往，还在积极推广他的新闻网站。所以他迟早会出事儿。也就是说，他这件事儿不能说干得滴水不漏，简直是漏洞百出。第2个案子发生在纽约。上周三，5月13号，纽约的联邦法院宣布有罪的判决，被告面临最多可以高达30年的监禁。这位被告叫卢健旺，纽约长乐工会前会长，是纽约当地非常有名的福建侨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说法，2022年初呢，这位卢会长在中国公安部官员的指示下，和他人一起在曼哈顿唐人街的一栋写字楼里面设立了美国境内第1个中国海外警务服务站。FBI 后来在现场找到一条蓝色的横幅，上面写着“福州 Police Overseas Service Station, New York, USA”。翻成中文，这是福州市公安局驻纽约华侨服务站。卢健旺解释说呢，这只是一个社区服务站，主要是帮助老侨胞办理中国驾照续期等手续。但在美国政府眼里呢，办理驾照属于政府主权行为，是在中国公安机关的指导和管理下运行的。所以卢健旺明显的是在替中国政府服务。更麻烦的是，卢健旺还协助监控海外意见人士，比如卢健旺的中国公安系统联系人曾要求他帮忙确认已经逃到美国
住在加州的中国民主活动人士的地址。卢金旺随后收集信息，并汇报给了中方。卢金旺的很多行为从表面上看是侨团服务，帮老乡办事儿，但美国法律真正看的不只是你的侨领身份，也不是你过去帮过多少侨胞，关键是你是不是受外国政府的指示或控制。如果有的话，你有没有把这个身份向美国政府披露？接下来我讲的第3个案子涉及到另外一位华人，叫孙文。他前后担任过2位纽约州长的副幕僚长，可以直接影响纽约州长的决策，是纽约州政府里面的华人政治精英，位高权重。2年前，美国司法部起诉孙文，去年底的庭审里面，陪审团没有达成一致，没有给孙文定罪。美国司法部正在计划再做一次庭审，也就是说，到今天为止，孙文还没有被定罪。但在美国司法部的起诉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根据这份诉状，孙文拿着10几万美元的纽约州公务员工资，却和老公过着远超收入水平的生活。纽约长岛的豪宅、夏威夷的公寓、全款购买的法拉利等等。美国司法部的理论是，这些财富不是正常的工资积累，而是她老公从中国获得的商业机会和回扣。她老公为什么会获得这些利益呢？那是因为孙文在秘密地服务于中国政府。起诉书里面写到了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情节：中国国内的官员安排自己的私人厨师，多次给孙文的父母做蓝鲸盐水鸭。拿了这些好处之后呢，检方指控孙文在纽约州政府里面做了3件事。第一，他被指控暗中阻挠台湾代表与纽约州长办公室的接触。起诉书里面说呢，从2016年开始，他按照中国领事馆的要求，尽量减少了台湾方面和纽约州政府之间的接触。第二呢，疫情期间，检方说他悄悄把一名中国官员接入纽约州政府的一次内部电话会，讨论的是纽约州如何应对新冠疫情。孙文还告诉这位官员，在会议里面要保持静音，不要发声。第三，检方说他没有经授权制作了一份州政府邀请函，并伪造签名，帮助中国代表团成员申请美国签证。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孙文目前还没有被定罪，最终结果会怎么样？子弹呢还需要再飞一会儿。之所以讲这个还没有定罪的案子，是因为它体现了美国司法部的执法关注点。他担心的是，在美国境内的人秘密服务于外国政府，影响美国的政治和政府决策。听完这3个案子和相关的故事，现在我们要进入到大家最喜闻乐见的环节——普法。这3个案子触发的都是美国关于外国代理人的法律。首先呢，需要澄清的一点是，有很多自媒体甚至新闻报道把王爱玲、卢建旺叫做间谍，这是不准确的。用著名艺术家那英的话说，这简直是危言耸听。间谍和外国代理人是2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美国刑法对于间谍罪有专门的规定，它主要指的是替外国收集美国的军事、国防情报。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案子和间谍没有关系。美国的外国代理人法有2套规定，一套叫 FARA， 全称是 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 中文叫外国代理人登记法。另一套是美国联邦法典第18章第951条。这个951条款呢，规定了没有向美国政府披露外国代理人身份的刑事责任。这2套法律都涉及外国代理人，有交叉，也有不同。FARA 是一套注册和披露制度，它的关键要求是，如果你代表另外一个国家在美国从事游说、公关或者是其他影响美国政治的活动，你需要提前在美国政府那里做一个登记。951条款的规定是，如果外国官方安排指定你在美国境内从事政治活动，你需要提前向美国司法部披露。为了让大家听得更明白，我做了一个对比表格。大家可以看到，这2套法律的目的都是为了信息透明。FARA 里面的外国很宽，指的不仅仅是外国政府，还可以是外国的任何个人或民间组织。951条款更狭窄，只限于外国政府和官员。不遵守 FARA 的结果一般是民事责任，但违反951条款就会是重罪。我们今天讨论的3个案子里面呢，孙文案主要是涉及到 FARA， 但王爱玲、卢建旺的案子更严重，因为涉及到951条款，最高可以监禁10年。951条款之下，检方真正需要证明的只有3个要素：第一呢，你在美国境内从事政治活动；第二，你接受了外国官方的指示或控制；第三，你没有提前通知美国司法部。
一旦满足了这3个要素，那就等于违反了951条款，那也就是王爱玲和卢金旺目前面临的后果。需要提醒的是，也有很多活动是明确不受 FARA 或951条款管辖的，比如正常的商业活动，比如律师代理客户。那么普通的华人在美国生活工作，到底要怎么做才能避免风险呢？我们来看2个常见的场景。场景1，留学生参加 CSSA 的活动。美国很多大学都有一个叫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的组织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 Association， 简称 CSSA。这个组织呢，你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干嘛的，办个春节晚会，一起吃顿饺子，去机场接新生，办个学术分享会、篮球赛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学生社团和文化交流活动。普通学生参加 CSSA 的活动呢，不会有 FARA 或者是951条款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有危险呢？如果中领馆的官员开始给 CSSA 的学生会干部下达政治指令，比如某位民管人物要来你们学校演讲，你们组织留学生去现场抗议一下，你们这个学术交流会最好宣传一下祖国建设的最新成就等等。如果学生会干部照做，那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自发的学生团体活动，而是变成受中国政府影响控制的行为。真正有风险的不是参加活动的普通学生，而是直接和领馆沟通并负责执行的 CSSA 学生会干部。我知道有个别的留学生太想进步了，于是和中领馆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这肯定是会引起美国政府的特别关注。场景2是中国的国企或者是政府机构来美国招商，或者是引进人才。2016年，在我所在的硅谷开了一家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它的背后是北京中关村发展集团，是北京国资委直属的一家大型国企。要知道，硅谷的科技人才主流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印度人，所以中关村在这里办一个创新中心，是为了推动硅谷华人的高技术创新项目的孵化，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把项目和人才引进到北京去。我前面说过，正常的商业投资活动是不构成外国代理人，比如技术研发、招聘员工、设立办公室、签合同、卖产品、开展会，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中国政府机构里面呢，有一些职能是很难区分是正常的商业活动还是政府行为，比如招商引资。中关村硅谷创新中心如果仅仅是在硅谷提供一个科技创新的孵化器，这完全合法，但它同时还在积极地宣传北京的创业环境和政策优惠，试图吸引硅谷人才回国创业，这可能就有问题了。事实上，当时 FBI 就已经注意到这个风险，并展开了调查。这个创新中心现在等于已经关闭了，触发了外国代理人的风险，就是原因之一。跟这个类似的是呢，国内很多的商务局、商务厅在美国一些地方设立了代表处，也是做招商引资的工作。那么这些代表处在美国境内的雇员算不算外国代理人？他们的活动是纯粹的商业活动，还是有政治目的的？我想在今天中美关系如此紧张的大环境之下，这个外国代理人风险是值得警惕的。普通华人需要记住的不是不能参加华人活动，也不是不能和领馆来往。真正的红线呢，是你在美国的政治活动是自愿自发的，还是有第三方在指使你。如果这个第三方是外国，那就要找专业的律师来判断你是不是成为了外国代理人。要知道，美国政府不禁止你做这样的政治活动，你只是需要披露这个身份。今天跟大家聊外国代理人这个话题，其实我也有那么一点私心。很多朋友知道，我这些年牵头参与过很多保护在美华人的公益诉讼，比如当年非常受关注挑战总统微信封杀令的案子，还有因为排华土地法案起诉德州和佛州政府的案子。也正是因为这些案件，网上一直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孜孜不倦地举报我，说我是什么中国政府代理人。这些指控呢，我以前都懒得回应，因为我觉得清者自清。我与中国官方没有半毛钱的关系，我的律所是我个人100%拥有，完全独立运行。我和朋友们创建的替在美华人做公益维权诉讼的非营利组织，更是我们自发成立的。说到我是不是和中国官方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
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6年前打微信官司时候的一个内幕。当时呢，我们几位华人律师因为微信封杀的事情起诉特朗普总统。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民间非营利组织，我们缺钱，打官司的律师费和诉讼费有很大的缺口。那时候就有人提议，既然是保卫微信，国内有那么多热心的网民和企业想支持我们要不干脆开通微信捐款渠道，接收中国国内的捐助呢？在我们那个最捉襟见肘的时候呢，我们做了一个艰难，但如今回过头来看，却是无比正确的决定。我们拒绝接受了任何来自中国国内的捐款，只接受美国境内的资金。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彻底避嫌。在打官司的过程当中呢，国内有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试图跟我们取得联系，也都被我们拒绝了。因为从诉讼的第一天开始，我们的定位就很清楚，我们只是代表美国境内的普通微信用户，和腾讯公司、中国政府没有关系。如果当时我们的非营利组织一时糊涂，拿了中国那边的捐款，既要又要还要的话，我们就很难说清楚了。好了，今天的第1期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会争取每周更新1次，挑一些美国法律、政治或者是硅谷科技圈有意思的话题和大家分享。我们下一期会讲马斯克为什么在本周输了 OpenAI 这个案子，又如何输了 AI 这个赛道。欢迎大家订阅、点赞、转发。有任何想法，请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我们下一个夕阳再见。